就在昨天上午，我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是刘阿姨，住在布鲁克林，平时那是社区里的开心果，每次来都还要给我带2个刚蒸好的肉包子。但今天她两手空空，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见到我还没开口，眼泪就先掉下来了。她颤颤巍巍地从包里掏出一封信，拍在我的桌子上，声音都在抖。大咪呀，你帮我看看，政府是不是搞错啦？他们说要停我的钱，还要罚我。我这一辈子老老实实，从来没多拿过1分钱，怎么就变成诈骗了呢？我看了一眼那封信，是社安局 SAT 寄来的，福利终止通知书 Notice of Termination， 上面的理由冷冰冰的写着，申请人资产 resources 超过法定限额 SS 福利立即终止，并追讨过去2个月的已领金额。我赶紧问，刘阿姨，您是不是最近存了什么钱忘了跟我说？银行里是不是超过2000块了？刘阿姨急得直拍大腿，怎么可能？我知道规矩，我的那个 Chase 银行账户里常年不敢超过1500块，多1分钱我都赶紧花掉买菜，我哪来的钱超标啊？我让他别急，让助手调出了他的详细资产报告。当我指着屏幕上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时，刘阿姨的脸瞬间煞白。那是一行银行记录 Joint Account 联名账户，余额$52,000。原来3个月前，刘阿姨的女儿准备买房，为了方便转账凑首付，或者说是为了万一有个急事方便照顾妈妈，就拉着刘阿姨去银行开了一个联名账户。女儿觉得这钱是我的，只是加我妈个名字方便而已，又不是给她的。刘阿姨也觉得这钱我1分不动，那是孩子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大错特错，这就是无数华裔家庭正在踩的连环雷。我也很心疼，但我必须告诉刘阿姨残酷的真相。阿姨，在美国的法律逻辑里，只要那个账户上有您的名字 Li Liu， 不管那是您女儿的钱还是您孙子的钱，在社安局眼里，那100%就是您的钱，$2000。现在您名下突然多出了$52,000，这不仅仅是超标，这是超标了26倍。在这个瞬间，刘阿姨面临的后果是天塌级别的。SSI 现金没了，每个月那$943的救命钱立刻停发，还会面临追债。过去这几个月领的钱，社安局认定您是隐瞒资产，全部要吐出来。最要命的，白卡 Medicaid 作废，刘阿姨有高血压、膝盖，还要定期打针。CSI 一停，连带的白卡自动失效。在美国，没有医保看病，那就是无底洞啊！看着刘阿姨瘫在椅子上喃喃自语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我就是想帮帮闺女，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这不仅仅是刘阿姨一个人的悲剧，此时此刻，在看视频的你们，有多少人的名字还挂在儿女的账户上？有多少人觉得我只要不花那个钱就没事儿？各位长辈，现在是2026年了，以前可能还要靠人工查，您还能侥幸过关，但现在的系统它没有感情，也不听你解释，那是女儿的钱。在这场博弈里，无知不是挡箭牌，而是最昂贵的入场券，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告诉您，除了联名账户，还有更隐蔽的资产刺客，正盯着您的钱包，甚至您放在床底下的钱都能被算出来，您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现实。刚才讲了刘阿姨的人祸这一章，咱们来讲讲天灾，也就是那个让你无处遁形的2026年社安局新系统。很多长辈还在用10年前的老黄历看现在的问题，觉得我不说政府怎么会知道？大错特错，现在的政府查账根本不需要人去查。讲到这儿，肯定有长辈在屏幕那边不服气，大咪，你别危言耸听。我隔壁老王银行里偷偷存了2万块，这都好几年了，社安局也没找他麻烦啊，怎么到我这就这么严？各位，老王没事，那是他运气好，或者说是他的死期还没到。更重要的是，老王可能是在2026年之前蒙混过关的，但现在时代变了，在2026年，社安局全面启用了一个让所有领福利的人都闻风丧胆的系统，它的代号叫 Access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简称 AFI。
翻译成人话就是金融账户直连系统。你早就把自己卖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大家仔细回忆一下，当初你申请 SSI 的时候，或者每年做资格审查 redetermination 的时候，是不是签了一大堆全英文的文件，办事员让你签，你就签，心里想着反正我也看不懂，签了才能拿钱。就在那一堆纸里藏着一份致命的授权书，当你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法律上授权社安局可以随时自动电子化的向所有银行查询你名下的账户余额。以前社安局人手不够，可能1年才发封信问问银行，或者等你年审的时候才查一下。那时候你有大把的时间去搬运资金，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做账。但现在那是全自动的。这个 AFI 系统有多恐怖？它是月结的。在2026年的新规则下，每个月的1号，社安局的超级计算机就会自动跑一遍程序，它不需要人工输入名字，它是直接用你的社安号 SSN 去全网扫描。这就好比雷达扫射一样，只要发现这串 SSN 关联的银行账户，不管是 Chase、Bulk， 还是你觉得很隐蔽的某家华人小银行，余额加起来超过了红线，滴，警报瞬间触发。系统会自动生成那张停发通知单，自动打印，甚至都不需要经过办事员的手，直接寄到你家。我有位客户李大爷，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他说：大咪，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他在5个不同的银行开了5个户头，每个户头只存400块钱。他想，400块谁查啊？在 AFI 系统眼里，这简直是掩耳盗铃。当你输入社安号的一瞬间，这5个银行的余额就像5个灯泡一样，在社安局的屏幕上同时亮起来。计算机的小学数学比谁都好，砰，红线触发，福利暂停。所以大咪真心劝各位一句，别试图跟2026年的大数据玩捉迷藏。你以为你在跟办事员斗智斗勇，其实你是在跟每秒运算亿万次的 AI 算法博弈。你的那些小算盘，在他眼里就是透明的。既然银行存不得，那有长辈说了，行，我不存银行了，我把钱取出来放在床底下，藏在米缸里，甚至给我孙子买了保险，这总行了吧？呵呵呵，这又是另一个巨大的坑，而且这个坑埋得比银行存款还要深。很多长辈觉得，我没存款，我就只有一套烂房子、1辆破车、几张保单，这总不算富人吧？哎呦，我的哥哥姐姐们，在社安局眼里，这些可能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大家记住一个核心概念，社安局查资产，查的是你可以换成钱的东西 resources， 只要能卖了换钱，在他们系统里那就是资产。有2个最容易被华人忽略的，老古董，一查一个准。很多老人的福利就是断送在这上面。第1号，暗雷，你20年前买的储蓄型人寿保险。很多长辈年轻时特别有责任感，怕自己走了给儿女添麻烦，就买了一份人寿保险 Life Insurance。 那时候经纪人跟你说，这保险好啊，既能保身故，里面还能存钱，越存越多。这种保险通常叫 Whole Life 终身寿险，坏就坏在这个里面还能存钱上。这种保险有一个东西叫现金价值 Cash Surrender Value， 意思是你如果现在退保，保险公司会退给你一笔钱。社安局的死规定是这样的，只要你这张保单的面额 face value 超过了1500美元，注意是面额，不是现金价值。1500美元几乎所有的保单都超标。那么这张保单里累积的所有现金价值全部算作你的资产。老李银行里只有500块，特别安全。但他20年前买了一份 Whole Life， 这么多年利滚利，他自己都忘了。结果里面的现金价值涨到了5000块。社安局一算，银行500美金加保单5000美元等于5500美元。结果资产严重超标，福利立刻停发，还要追讨罚款，赶紧回家翻翻你的保单。如果是 Term Life 定期寿险，没现金价值，那是纯消费的。安全如果是 Whole Life， 赶紧找你的经纪人问一句，现在这里面的 Cash Value 是多少？如果加上你的存款超过了2000，必须马上处理。第2号，暗雷，那辆你舍不得扔的破车。咱们华人都有个习惯，东西坏了舍不得扔，想着万一以后有用呢。
如果你名下有一辆车，不管是奔驰还是宝马，只要是你用来去看病买菜的唯一一辆车，涉安局不管，不算资产。但是如果你名下有第二辆车，哪怕那是一辆停在后院3年没动过，发动机都锈了的破福特，哪怕是你帮孙子挂名买的车，在涉安局眼里它不是废铁，它是钱。涉安局会直接查这辆车的蓝皮书市值 Blue Book Value， 系统显示它值3000块，那就直接算你拥有3000块资产。王阿姨自己开一辆买菜车，名下还有一辆多年前老伴留下的旧皮卡，一直没报废。涉安局系统一扫，王阿姨拥有2辆车，第一辆豁免，第二辆估值4500美刀，结果加上银行存款，资产直接破万，白卡没了， SS 也没了，就为了这辆根本开不动的废铁。如果你名下有2辆车，赶紧处理，要么卖掉，要么过户。注意过户属于赠与，后面我们会讲风险，要么直接报废注销，千万别让一堆废铁拖累了你的晚年。很多长辈现在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大咪，既然银行能查到，那我不存银行了还不行吗？我有2个办法，要么取出来藏家里，要么赶紧转给我儿子。停，千万别动，这2个动作只要一做，神仙也救不了你。第一大昏招，蚂蚁搬家，现金藏米缸。这是很多老一辈最喜欢的招数，觉得把钱变成现金藏在床垫底下，米缸里，涉安局总没有透视眼吧？没错，涉安局确实看不到你家的米缸，但他看得一清二楚，你的取款记录。在这个 AFI 系统监控下，如果你银行户头里本来有5000块，你为了合规突然一次性取了4000块现金出来，下个月你的银行余额确实变成了1000块，看着合规了。但紧接着涉安局的审计信就会像导弹一样飞到你家。尊敬的申请人，我们注意到您在某月某日提取了大额现金，请提供收据，证明这笔钱花在哪里了。这时候你傻眼了，你说我花掉了。涉安局问，买什么了？收据呢？你说买菜买衣服了，收据扔了。对不起，没人信，没人相信一个领低保的老人1个月买菜能花掉4000美元。一旦你拿不出合法的支出证明，比如修房发票、还债单据，涉安局就会启动一个可怕的规则，叫推定资源 （Presumed Resources）。他们会认定这4000块钱依然在你手里，只不过从银行转移到了你家床底下，后果你的资产依然被算作5000美元，福利照样挺。而且因为你试图隐瞒，还可能背上福利欺诈的嫌疑，一旦背上这个名头，以后再想申请回来难如登天。第2大昏招，紧急甩锅，把钱转给儿女。既然取出来不行，那我转给儿子总行了吧？或者我把那套老房子以1块钱的价格卖给闺女，名下没资产了，总该安全了吧？这就是在往枪口上撞。在涉安局的字典里，这叫以低于公平市价转让资产，俗称非法赠与。虽然 SSI 不像长期护理 nursing home 那样查5年，但它有一个36个月的回溯期。如果你为了符合领钱资格，把5000块钱送给了孙子，涉安局会立刻启动一个惩罚公式，赠与金额除当月福利标准等于停发月数。比如你转了5000除以943，结果就是5.3个月。这意味着因为你转出的这笔钱，涉安局会直接停发你半年的福利。这半年里你1分钱没有，连白卡都可能保不住。更有甚者，有的老人把价值50万的房子1块钱过户给儿子，完了，彻底完了。这就相当于你赠与了儿子49万9900。按照公式算下来，你的福利将被停发36个月上限，整整3年，你别想从涉安局领到1毛钱。任何形式的转账、赠送、代持，在涉安局眼里都是自投罗网。你的钱必须花在你自己身上，必须换回等价的商品或服务，这才是唯一的出路。那么问题来了，手里真有积蓄，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难道眼睁睁看着被罚吗？当然不是。涉安局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 spend down 资产消耗。只要你遵循一个黄金原则，把钱花在不计入资产的项目上 excluded resources， 并且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fair market value， 这就是合规的。第一招，无债一身轻，还债。
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招。赶紧看看你的信箱，那张欠了好几百的信用卡账单，没还完的车贷，甚至是你房子的房贷，拿出你多余的现金把这些债还了。逻辑很完美，你的现金减少了，合规了，你的负债也减少了，以后日子好过了。社安局完全认可这种支出，因为你用钱换回了信用和自由。注意，记得保留还款的银行回单或确认信。第二招，把钱贴在房子上，升级你的家。大家记得吗？你自住的房子 primary residence 是不算资产的，所以把你手里的现金变成房子的一部分，它就在社安局的账面上消失了。看看家里屋顶是不是漏水了，修；地毯是不是太旧容易绊倒，换成木地板；沙发是不是塌了，买套新的。甚至买一台大电视，一台新电脑，或者给浴室装个防滑扶手，买个电动按摩椅。这些东西属于个人财产或家庭用品，只要是用在你身上的，社安局通常不会计入资产限额。你既享受了新沙发、新电视，生活质量提高了，福利还保住了，这不比把钱给孙子买糖吃强吗？第三招，不可撤销的葬礼信托。这一招是大咪最强烈推荐的，很多华人忌讳谈死，但在美国福利体系里，这是最好的避险工具。你可以去殡仪馆给自己买一份葬礼预付计划 Prepaid Funeral Contract， 包括墓地、棺木、葬礼服务、墓碑，一次性付清，比如花掉1万。这里有个唯一的关键点，必须签 irrevocable 不可撤销的合同。这意味着这笔钱交出去，你这辈子拿不回来了，只能等你100年之后用。神奇的效果，社安局规定不可撤销的葬礼资金无论多少，完全不计入2000的资产限额。你把1万块现金变成了1万块的葬礼合约，你的资产瞬间归零，福利稳如泰山。而且你把身后事安排的体体面面，也给儿女省了一大笔麻烦。这才是真正疼爱儿女的表现。第4招，投资健康，白卡。Medicaid 虽然好，但也不是什么都包，比如那种好的种植牙，白卡可能不报；一副好的防蓝光眼镜或者高端的助听器，白卡可能只报最便宜的。趁着手里有点积蓄，赶紧去把牙种了，把身体调理好，把钱变成了你嘴里的牙，耳朵里的听力。社安局还能把你牙拔走吗？这叫投资健康，也是最合理的 spend down。大咪最后唠叨一句，不管你选哪一招，记住发票、收据、合同通通留好。万一社安局问起来，李大爷，你那5000块去哪了？你把修房子的发票、种牙的收据往桌上一拍，我花了，花在我自己身上了。这就是你的底气，每月25号到30号必做，不要等到1号才去查余额，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每个月的25号到30号必须登录网银或者去 ATM 查一次余额，确保你的支票账户 checking 加储蓄账户 savings 的总额低于1800美元。为什么是1800？给自己留200块的缓冲空间，万一有点利息进来呢？如果有多的，赶紧去趟超市囤点米面油，或者提前把下个月的水电费交了。千万别带着超过2000块的余额跨进下个月的大门。从今天起养成一个习惯，凡是超过200块的大额支出必须留小票，比如修车花了500，买家具花了800，把收据留好，最好是用手机拍个照，存个专门的相册，万一哪天社安局抽查问你钱去哪了，你不用慌，把照片发过去，这就是你的清白证明。如果你真的中奖了，继承遗产了，或者儿女非要塞给你一大笔钱拒绝不掉，切记在收到钱的10天内主动向社安局汇报。虽然这会导致你下个月的福利暂停，但这叫诚实。等你把这笔钱合法 spend down， 比如买了葬礼信托之后，你还能申请恢复。记住，暂停不可怕，欺诈才可怕。只要档案是清白的，钱还能回来，一旦被打上欺诈标签，神仙难救。再次强调，除了你的配偶，不要和任何人开联名账户。如果你现在还有，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去银行关掉，或者把你的名字拿掉 ，remove name， 一定要分家。
你的钱是保命钱，儿女的钱是投资钱，千万别混在一起。这一混就是灭顶之灾。我知道很多长辈听完心里可能会觉得堵得慌，也许你会觉得美国政府怎么这么抠门，我自己省吃俭用存点棺材本都不行吗？怎么日子过得像做贼一样？亲爱的长辈们，大咪想说 SSI 的本质是国家给最困难人群的救命粮，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保证你今天有饭吃，而不是保证你明天有存款。当我们选择了这条路，领了这份钱，其实就是签了一份契约，遵守规则，如实申报是这份契约的底线。在2026年这个大数据全透明的时代，任何的小聪明最后都可能变成射向自己的子弹。我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是为了晚年安稳，不是为了整天担惊受怕。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位勤劳善良的华人长辈因为不懂规则，在晚年因为几千块钱被送上法庭，或者失去了看病的白卡。在这个信息爆炸却又充满逻辑陷阱的时代，看清真相是唯一的避险方式。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救了你的急，或者能帮到你身边的老伙伴，请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也恳请大家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的老伴、你的舞伴、你的牌友，让我们华人社区的老人家都能平平安安、合规合法的度过晚年。下一次变局发生时，你会是第一个看清真相的人。祝大家账户清爽，身体健康。我们下期见。